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在海边开始坐着了啊！今天就一个字，热。这些姑娘们在海上玩这个小船，这个我一直想买一个啊，但是我不敢玩，我不知道怎么玩。我们也已经全副武装了啊！今天要不要下海去玩一玩呀？啊？来，嘿，害怕吗？海边也已经有不少人了啊，只是现在这个太阳非常的烈，所以看不清楚人。前面先在海里面游了半个小时，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洋流的关系啊，这个海水像冰水一样，所以游着游着都觉得饿了啊，体力都觉得不行。所以呢，现在就上来录个视频吧。降温也降了啊，现在需要晒点太阳了。那么今天讲点什么呢？这两天呢，我发现有一个啊，也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博主啊，他叫公民老黑。那么他呢，离开了西班牙，去了泰国。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离开西班牙的华人啊，就中国人是非常多的。那么后面呢，我会慢慢讲到的啊。然后呢，那么网上啊，就是反正对这件事情吧，还是有一些讨论啊，都有网友就是讨论到我的视频里了啊。一个呢，也是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博主啊，叫侃爷。这侃爷呢，也是经常来我的视频里面留言的啊。然后呢，我就看了这侃爷几次视频，就讲这个，反正公民老黑的吧。啊，这视频太长了，前前后后大概有6-7个小时，眼睛看着都疼。但我看下来吧，我觉得其实我发现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啊。所以呢，就我觉得没必要，对吧？因为人家也离开了啊，就祝他一路走好呗。那么这个老黑的视频呢，我也看了一下啊，他也讲述了一些原因。总的吧，我觉得吧，其实就是在转换居留的时候。那么转换居留呢，一个就是居留的种类啊，我估计他是要转那个自雇的一类的啊。然后呢，银行啊，因为你转自雇一类的话呢，银行这边还是要有一定的流水，也就是钱。那么这两块呢要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呢是这个当中呢出了一些问题。其实自雇没有那么好转啊，就很多人转自雇，自雇就是老板居留嘛，自己做生意的这种其实这个拒签率是很高的啊。当然了，我不去评价啊，就是说你说离开或者留下是好和不好，我只是觉得如果就作为他本人，他已经不喜欢这个地方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和这个地方或者和这个人去怎么说，去周旋了，对吧？就没有意思了嘛。其实呢，我过去啊，我也发了不少关于西班牙还有欧洲生活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判断啊。那么最近呢，就是有这个西班牙的经济学人啊，经济学人是非常权威的一个经济类型的
杂志吧。那么西班牙的经济学人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就是说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离开了西班牙。那么它结合了西班牙政府给出的一些官方的数据啊，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啊，就是了解移民的生活啊，或者说是否应该移民这些内容相关的内容啊，那么可以关注我啊，因为我呢也会讲比较相对来说啊，我觉得比较科学的一些判断啊，一些消息。那么这个《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呢，它是西班牙语的啊，然后呢，我自己就翻译了下。那么我呢会结合这篇文章啊，就给出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啊，他说是的啊，他说现在看来，中国人正在放弃西班牙。由于经济转型啊，中国市场呢正在逐渐的消失。这里的中国市场其实就是百元店啊那种超市。然而呢，这种趋势呢似乎并没有导致中国公民的离开，而是他们的业务发生了变化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的数据，一切呢都表明中国人开始离开西班牙。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微观层面上生活条件和经济的恶化。简单的说就是，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但是赚钱呢没有越来越多啊。尽管经济在增长，但如今呢，在西班牙的生活成本要高得多。房地产价格上涨，包括租金和房价，实际的收入或者工资呢停滞不前，竞争加剧，以及国际贸易障碍。中国人进口了大量的商品，并在自己的商店出售啊，可能是这一惊人趋势背后的原因。尽管数据仍略显疲软，但最近几个季度的人口连续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的移出人数呢一直是在逐渐增加。西班牙的国家统计局 INE 数据显示，2025年的第一季度有3600名中国公民离开或者是移出西班牙，而流入人数啊，并未进入移出人数最多的前10个国籍之列。最近发布的3份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呈增长趋势。就最近的连续3个季度啊，2024年的第3季度有1500名的中国公民离开西班牙，到了2024年的第4季度，这个数字呢就翻倍了，上升到3200个人。到了2025年的第1个季度，上升到了3600个人啊，就是不停的离开西班牙的中国人在增加。那么这些中国人呢，应该来说啊，就更多的是就是长居啊，或者说是永居这样的一些身份嘛啊，因为如果你是来留学那种短暂的，他们是不会统计的，因为你留学留完了你就结束了，就回去了，对吧？这就是正常的。相比之下呢，中国公民抵达西班牙的人数并未出现在 INE 季度发布前的前10名，就是说中国人呢拿中国护照的啊都是中国公民，就到了西班牙的人呢，他连这个前10名都没有啊，就跌出前10了，好像是前14吧。这个趋势呢是可以预见的啊。于21世纪初及之后，西班牙华人人口每年以2位数百分比增长相比，近年来
根据完整数据，增幅仅为3%左右。就是一开始的话是华人来的很多的啊，这个每年是2位数的百分比增长。西班牙呢，它这个还有一个括号啊，说是 GDP 的总量显著增长，但家庭和个人经济却面临了更多的问题。那么这里呢，我要稍微讲点我自己的看法啊。那西班牙呢，在去年其实是整个欧盟经济增长应该来说是比较快的啊，应该是最高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更多的呢是靠过来投资移民的人啊，比如说黄金签证啊，或者说许多非盈利啊，对吧？有这种类型的一种经济型的增长。那么他们来呢，确实是带动了消费啊，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是，比如说西班牙企业的出口，对吧？它比如说西班牙企业出口了很多东西，赚取了很多外汇，那这种直接的经济增长呢，那么它就会增加家庭或者说个人的收入，比如说工资啊，或者说就是只要和这个相关产业啊，那么都会大家受益。但是像这种外来投资型的，或者说移民带来的这种增长呢，只有比如说啊，房地产行业，对吧？就这种，因为大家过来肯定要买房子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旅游行业、餐饮行业，这些就是受益啊。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受益。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有不少就是新闻一直报道啊，就是有些人他们抗议啊，他们觉得就是房价不断的在增长啊，本地人都好像买房子都觉得很困难啊。这部分人群的主要业务正经历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转型，迫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重塑自我或另谋高就。西班牙及其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近年来总体经济并未停止增长啊，新冠疫情导致的下滑除外，但根据 Idealista 的数据啊，这个 Idealista 呢是一个租房的网站，西班牙最大的租房的网站啊。自2014年以来，租金却飙升了70%以上啊，毋庸置疑，工资并没有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所以说啊，就是如果你是在西班牙啊，原来就是有几套房子的人，那么你出租掉啊，你是随着这波经济增长吃到红利的啊，你的收入也在增长。但如果你只是工作的人啊，工资的人，那么你就没有获得这个增长，相反可能就是物价的提高对你还有损害啊。国际清算银行 BIS 公布了一个真正具有启发性的事实，该银行基于其庞大的数据库显示，从2013年第4季度危机后价格触底啊，到2024年第4季度，西班牙住房的实际价格经通胀调整后平均飙升了42%啊。当然了，这个平均飙升了是42%啊，但实际上就是热门的城市是不止的。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这边虽然是一个小镇啊，但是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就大概3-4年里吧，啊，我看到的一些房子都已经涨了大概有2倍到2.5倍啊，这个是有的。与此同时呢，最新的实际工资数据显示，从可支配收入来看，实际工资停滞甚至下降啊。就是说工资可能是有一定的上涨，但可支配，对吧？就实际你到
市场上是买东西，跟着物价来比的话，它可能还是下降的啊。西班牙的经济呢，早已今非昔比，甚至于20年前的西班牙判若两人。即使在2008年重创西班牙经济的金融危机之后呢，机遇依然显而易见。房地产市场危机本身使西班牙成为一个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为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确实，就房地产一涨呢，所有东西都涨，对吧？因为人总要住嘛，租金一上涨了，所有成本都会涨的啊。所以之前房地产很便宜啊，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呢，生活成本也低，对吧？所以就是早期的移民过来做生意啊，都能赚到钱，并且呢，大家生活也觉得，从物质上来讲啊，也觉得就是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为创业条件呢提供了有益的条件。租金低廉，食品和其他基本价格相对也较低，零售等领域竞争激烈，经济需求只会不断上升。如今呢，一切都不同了啊！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不断上涨的租金以及消费支出的变化，正在降低或者消除许多小企业的盈利能力。然后呢，在 TikTok 上拥有43万粉丝的一个网红 Emily 这是一个西班牙的华二代，她所在的圈子也经历了这种情况。在她看来呢，中国公民对居住国的经济社会和财政变化尤为敏感，他们善于发现机遇。几十年前，许多中国公民来到西班牙，一个物价低廉的经济体，开设餐厅，用他们的美味佳肴丰富西班牙的文化和美食。中餐是最早涌入西班牙半数街头的美食之一，并成为热门目的地。然而，成为第一家餐厅并不能保证一时的成功。随着烹饪和美食在西班牙社会越来越受欢迎，中餐馆开始落后，竞争日益激烈。这个成为许多中国企业的第一个转折点。他们将餐厅改造成杂货店或百元店，或将中餐换成当时生意兴隆的寿司然后在这种转变中呢，其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就已经决定离开了。遭受冲击的是中国的超市，尽管可能发生转型或重塑，但租金和投入成本已今非昔比。西班牙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消费服务而非商品，这使得中国的这个百元店就超市的处境雪上加霜。种种迹象表明，商品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正逐渐取代数量和价格这个在日益富裕的社会是正常的逻辑演变。此外呢，消费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亚马逊、Demo 是那个拼多多阿里巴巴正在崛起，实体店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其实我觉得跟实体店自身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呢，你像阿里巴巴、Demo 这些，还有亚马逊，他们天生有优势，对吧？首先就是它可以送到你家里面来通过快递。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开这种实体店的超市人工不说，场地的租金不说，你要进很多货物，这个货物也需要摆的地方，就是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货架呀，或者说这个面积给你去放这些货物。你自己的财力再大，你也不可能像网上，对吧？它陈列货物，网上陈列货物它是不需要成本的，它就是一个无限，它放1000个东西、10000个东西都可以。但你作为一个开百元店、开超市的，你可能放就是10000个或者50000个东西嘛，那要多大成本，对吧？所以就是说这种模式，
它肯定是会取代你。再加上那个东西是人工啊，就是说，他们人自己购物，他也不需要你，就是你人在那里，他24小时躺着赚钱，所以他可以把这个利润降低啊。所以就是在这种竞争之下呢，我觉得很多老移民他们开设的西班牙这种超市什么的，他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个我之前在我的很多视频我也就说过了啊。那么很多移民会说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老移民，我是新来的，对吧？那么其实这个和新的移民有很大的关系啊。不管你是就是已经获得工作签，或者说你还是什么扎根居留啊，或者是非盈利的，未来总是大家想在这里赚钱，是吧？那么做老板的毕竟是少，肯定是打工的人多。那如果这些老移民他们的超市啊都开不下去了，或者说他们超市开不下去转餐馆，餐馆又互相竞争也很大，那未来还有你工作的机会吗？或者说这个工作机会也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吗？因此呢，中国个体户正在将业务重心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竞争激烈，变化迅速，生存极其艰难。在为西班牙经济做出20多年的贡献之后呢，尤其在个体户特别制度的框架下，面对传统商业的消亡，中国企业家必须重塑自我，否则就会面临灭亡啊。但是这个是很困难的啊，就你说要转型是很简单的，但是老的移民他们一来了几十年啊，他们接受的文化教育啊，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改变的啊这种速度啊看法啊，让他突然转型，对吧？再加上传统的赚钱的观念啊，就一旦一个人他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赚钱观念，让他重新再转型，投入新的钱，或者说他之前已经亏了很多钱，再让他现在再重新投入钱啊，种种这个反正都是很困难啊。因此呢，尽管在抵达西班牙的最初几年，他们专注于本地商业，例如超市、专营低附加值商品的商店和中餐馆，但近年来，来自这个亚洲巨人的个体户也开设了其他更专业的机构。然而，似乎在这一转型中，一些人选择离开西班牙。如今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去向，但考虑回国并非不合理。尽管中国经济状况不佳， GDP 增长率仅为5%，且劳动力短缺，但回归中国似乎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啊。中国经济呢，确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对吧？但是呢，这些老的移民呢，很多人他也已经赚到了钱啊。那么他一旦发生了亏损或者什么的呢，他们就会考虑离开啊。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灰色的部分。比如有许多老的移民，他赚了很多钱，这个钱呢，他们有的是持有现金，他并没有就是交税，对吧？他这些钱已经回到中国去买了房产啊，或者买了商铺啊什么的。那么虽然就是中国现在经济也不好，做生意也很困难，但这些老移民呢，他在西班牙啊，他之前买的这些房子什么的，可能他也升值了，随着这些年，他把房子一卖，生意也不做了，回去就养老了，对吧？或者他回去啊，再重新做一些投资。我知道呢，就有些人啊，在中国现在卖一些西班牙的红酒啊、西班牙的火腿啊，或者反正西班牙的一些商品吧。那么他们老移民也是先天有这种优势，对吧？所以他们呢，相对来说呢，他们回去啊，他们还是能够生存，对吧？就现在中国经济也不好，物价也不贵啊。那么虽然工作是不好找，应该说是好的工作不好找了，跟过去少了，对吧？但是你说差的工作，
查尔公公他们也不需要呀，他们有存款，啊，有个你说几十万、上百万的欧元，他回去国内，他养养老、吃吃喝喝的也够了，对吧？但是对于新移民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啊。所以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还要看啊。我觉得大概率，不太会转变啊，因为说白了，华人也不是西班牙主流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只是已经跌出前10位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吧，对吧？如果西班牙的经济持续的转型，那么比如说之前的一些西班牙的这些通过买房什么赚到钱的啊，这些西班牙人，他们的消费购物，对吧？他可能原来买百元店的，现在买宜家了，或者现在买亚马逊了，或者说他们吃更好的食物了，更贵的东西了，对吧？就是说，我觉得，许多中国的老移民吧，过去贡献了啊一些廉价的产品啊或者服务啊，就是帮西班牙呢度过了这样的一个，也不能说帮吧，我觉得是双方，对吧？就是之前西班牙经济危机啊，那么也有很多这个大家需要更便宜的东西。那么现在呢，如果经济回升了，慢慢的，这些人也都就增加了这个消费购买力，对吧？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产业呢，就很难赚到钱。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分享的啊，关于这个《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以及我的一些看法啊，欢迎大家也留言讨论吧。总之，我觉得啊，就是不管是离开还是留下来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个人选择，没有什么对错的啊。更多的啊是希望大家来理性的讨论。我当然希望啊，所有就是看我视频的网友都能够过得更好，谢谢。